见葛伦远走的背影，萧炎三人也与吞吞和天星主暂且告别之后，在青儿的带领下，走上一块白皙的玉台之上，旋即玉台便缓缓升起，带着众人向天神贵宾阁的最高高层而去。如今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在天神贵宾阁的内部，而这玉台则是要将他们带到最高楼层处。这巨大的建筑非常之大，所以有玉石这般移动工具，自然是会方便很多。随着玉台缓缓的升起，视野也是越来越宽广，从高处俯瞰而下，映入眼帘的便是一道极为非常壮观的景象。顺着看过去，这天神贵宾阁竟然如此巨大，真不愧是神奇联盟的手笔。萧炎三人的眼神也是被此时的景色给震撼到，毕竟这样庞大到与一座山峰面积的巨大建筑，还是头一次见到。青儿的手掌一挥，半空中便是出现了一个半透明的地图。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这就是天神贵宾阁的地图，以及整个天神山的全范围地图。现在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天神山。由于天神山太过广阔，我就简述几个重要的地方，包括参加这一次招揽神会所需要的地方。青儿这副彬彬有礼的模样，倒是让人讨厌不起来，甚至不乏还会让人有些心动。萧炎、林动、沐尘三人也都是看向地图，认真的听闻青儿讲解。天神山的广阔你们已经看见了，想必其面积可以有着堪比你们下等级一片超级大陆之大，而且其上的建筑更是达到了数千座，其中包括很多方面的宫殿，一些生活区我便不必赘述。想必几位也都是为了参加招揽神会而来，1个月之后便是招揽神会的开启。这几日你们可以前往天神山的东面方向，那里也将会有一场拍卖会，只要资金足够，可以前往那里竞拍一下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其中还有很多连第一序列神都心动的至宝。一听此话，萧炎、林动、沐尘三人也是暗自一惊，竟然能够让第一序列神都心动的至宝，那将会是什么可怕的神秘之物呢？但在招揽神会开启前，你们要去凤灵阁领取参赛的资格，也就是灵石。只有拿到这灵石，才能获得真正可以参赛招揽神会的资格。不过想要拿到灵石也并非简单，那里将会有一场试炼赛，只有通过试炼赛才能获得灵石，而灵石在招揽神会中的作用很大，在规定的时间里，无论是谁获得的灵石最多，那么就是第一名，然后以此类推。萧炎三人在一旁也是洗耳恭听，将青儿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牢记心里。天神山数千座宫殿之中，最出名的乃是其中4座最庞大的宫殿。这4座宫殿叫风雨雷殿，而且4座宫殿并非是聚在一起，而是分别在天神山的4个方位，仿佛镇守着整个天神山。如此一来，天神山的安全指数可以说是5星。在招揽神会这段期间，如果不是参赛者进入天神山，就会被风雨雷殿宫殿之中的强者发现，一律击杀。这就是神奇联盟的强大之处。萧炎、林动、沐尘自己也是渐渐明白，招揽神会他们必须要来参加，因为只有在这里才会有机会变得更强更厉害，只有变得足够强大，才能守护自己身边的重要之人以及自己的世界。至于具体的细节，各位大人到了想要了解的地方便会知晓。青儿缓缓地介绍道，同时也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刚刚所说的拍卖场，还有一些贩卖交易市场、炼药阁、斗技神技阁，以及一些下等级从未没有的至宝。第一等级世界果然资源丰富，没想到就连诸多强大的神秘之物都有，还真是令萧炎他们除了吃惊还是吃惊。此时他们作为第3等级和第2等级世界的传奇人物，来到第1等级世界之后，竟是变得有些跟不上节奏，仿佛是井底之蛙一般。在青儿简单的介绍完之后，又给萧炎三人递了一张纸质地图。萧炎也是不由得感到赞叹，难怪如此多的神势力都想要加入神奇联盟之中。天神山仅仅还只是神奇联盟中还不算核心的一部分，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做的是十分到位，至少让人来之后不会因为其庞大的地方摸不着头脑。青儿又继续向萧炎三人介绍着天神山的壮丽美景。玉台上升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或许就是因为如此，上升到天神贵宾阁的顶端也耗费了不少的时间。这些时间足够青儿给他们全部介绍大致关于天神山的信息了。直至来到了天神贵宾阁的顶层，视线顿时变得开阔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到下方那人山人海的人潮涌动，即便在这庞大地方仍旧显得有些拥挤，同时可以听到喧杂的人声也是传入了他们的耳朵中。而且此次参加招揽神会的人数比起上一届更加多，且每一行人的最前方都有一位向导在介绍，带着他们参观着天神贵宾阁以及整个天神山的壮丽雄伟。而此时萧炎三人在妻儿的带领下，也朝着自己的3间天级住宿室走去。也就在此时，他们看见不远处有几道人影，目光不善地看着萧炎、林动、沐尘，还是没能阻止他们这3人进来。没想到剑神宗的人竟然出来给他们出头。在他们的衣服之上写着神使2字，而在他们身边走过的人，只要看见他们衣袍上的2字，目光都是带着敬畏之色，因为他们正是神奇联盟的神使。
其职位虽然没有掌权，但是也足够能有着强大的震慑力。不要得意，回去禀报寇灵神君，走着瞧。神使自言自语的低声喃喃后，便直接强行拨开人群，丝毫不管对方是谁，动作非常的霸道，横穿在人海之中，直至消失不见。当然，在这样的人海之中，可都不是泛泛之辈，能够来参加招揽神会的，无一不是一名序列神，而且甚至其背后的可都是神势力。而此时，萧炎、林动、沐尘三人也是未曾察觉到，此时已经被人海中的一人盯上了。而在主境灵魂之下，萧炎也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异样，便是将目光投射在人海之中的一处角落，那里站着一行人，身穿黑色的衣袍。不过萧炎看向他们的同时，其中有一位的气息竟然令他有些触动，不过一眨眼的功夫，那一行身穿黑色衣袍的人却已经消失不见。但是萧炎在他们消失的瞬间，也留意到了那一行人黑色衣袍的背后写着2个大字，这2个大字似乎是噬魂。萧炎的目光一直盯着那一行人消失的位置，似乎若有所思起来。片刻之后，青儿带着萧炎三人便是来到了天神贵宾阁的住所区域，四周顿时变得静谧了许多。从这里看过去，是一片金碧辉煌的豪华阁楼，其环境比皇级房间拉开了很大的差距，便可轻松看得出这天级房间果然不凡，花费120万枚主契丹也足以了。而来到天级住所区，萧炎首先是眉头微皱，住所一眼望去也是看不到头，随便看一眼并没有住满。而刚刚在青儿的小本子上显示全部住所住满的消息，肯定只有神器联盟内部的人才能做到，也就是之前那位神使了。如果不是遇见剑神宗出手，怕是他们连住所的地方都没有了。想到这里，萧炎三人还得感谢剑神宗的那几位，而这神器联盟的神使想必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们之间也算是把梁子结下了，所以此次的招揽神会中必定会有针对自己的强大队伍，看来也要小心一些了。各位大人，这便是你们的天级房间的住所，直至招揽神会结束离开，这里都是你们的私人住所，不会有人打扰。如果闲着无聊的话，可以在整个天神山里面逛一逛，没有太多的限制。祝几位大人在天神山玩得开心。青儿说完之后，便是居身行礼，萧炎三人也是拱手抱拳道：“辛苦了。”青儿微微一笑，极为的客气，继续道：“大人若是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呼唤我。”好，没问题。萧炎三人点头示意，然后便是转身进入各自的房间之内。青儿这才缓缓的退去。萧炎进入天级房间后，深吸了几口空气，满意的点点头。而且他们发现天级的房间中神元之气竟然比外面的还要浓郁一些。萧炎的灵魂感知便是发现了这个问题，定然是用了某种可以汇聚天地神元之气的一些阵法，进行了对神元之气的控制。难怪连住所都被划分黄玄的天4个等级，原来还有这般的作用。萧炎打量着房屋的四周后，缓声开口。本以为这4个等级只是装饰不同，没想到还有这等区别。现在看来，40万枚主契丹也是值了。按照萧炎预测，如果将房间内的神元之气炼制成神器丹的话，至少能够炼制出1万枚神器丹。要知道，想要炼制神器丹也是极其的困难，不乏还有失败的几率。如果不是炼药术极高的炼药师，基本想要炼制神器丹几率都会大大的降低。既然这里有如此浓郁的神元之气，我便将其吸收，让自己的修为再精进一些吧。萧炎随便找了一处地面，然后盘腿而坐，一道无形的强大灵魂力量直接自萧炎的体内释放而出，将整个天级房间笼罩其内。如有什么异动，萧炎也会知晓得一清二楚。天级房间很大，其中虽然有很浓郁的神元之气，不过对于萧炎来说，就算全部吸收，也不会突破至第2序列神。要知道，序列神之间的提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就算将整个天神山的神元之气吸收了，也不见得能够突破第2序列神。想要突破，就必须经得起时间的冲刷，或许过了100年、1000年甚至万年之后，其修为就会有所突破。当然，这还是建立在拥有神元之气的世界里。如果在一个没有神元之气的世界里，就算你生存了10万年、100万年，也不可能会有所突破。此时，萧炎的天级房间内浓郁的神元之气竟然以一个诡异的漩涡姿态，朝着萧炎的丹田处疯狂的涌入。如果被其他人看到的话，萧炎这吸收神元之气的速度，足以让其他神奇都震惊失色。对比之下，萧炎现在的吸收速度可以比其他神奇吸收神元之气的速度直接是加快了数倍不止。原因很简单，就是萧炎利用焚诀功法加快了自己对神元之气的吸收。按照这样的速度吸收下去，不出3日时间就能够将房间内的神元之气全部吸收殆尽。此时不仅是萧炎时间的神元之气发生变故，就连灵动沐尘2人的房间内也是如此。特别是灵动的房间之中，吞噬祖符的出现，直接利用吞噬之力将神元之气吸收其中，然后直接通入灵动的体内，速度也是大大的加快了一些。而沐尘则是施展了一气化三清，利用多个分身进行一起吸收神元之气，这样的速度也是翻倍。不过此次沐尘参加招揽神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如果能够进入前10，他必定要选择神奇联盟。此前在天星主口中得知，一气食神化似乎存在于神奇联盟之中。如果是真的，那么沐尘将会可以分化出更多的分身，一起修炼不同的原始法身。而且
此次招揽神会之中，必定个个都是非常强大的对手。自己刚纳入神列，成为神奇，但还只是第3序列神的实力。这等实力在招揽神会之中，几乎都是最弱的存在。就连第2序列神都有可能无法成为前10的优胜者，更何况是第3序列之位的他们。所以，此时参赛者几乎都是来自第1等级世界中一些神势力中的神之天骄，怕是都是拥有第1序列之位的强大存在。在第2等级之首的天元界之中，第1序列之位乃是先天神族计划数万年之久，甚至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最后才成功晋升第1序列之位，成为天元界的最强之神。然而到了第1等级世界中，这天元界的最高境界，第1序列神竟然只是开始。踏足神之路，序列神已不再是最强，在序列神之上还有更强神境领域。因为参与招揽神会的人数已经高达数千人，而且这数千人大部分都是第1等级世界的神势力中的天骄，个个身怀可怕的底蕴。而这一次的招揽神会，也是萧炎、灵动牧尘必须把握的机会。如果他们这一次没有挤入前10的话，他们将会失去一系列的资源。虽说可以继续留在第1等级世界，可以对于他们来说，则是一次重大的跌倒。这一跌便是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和资源，才能将其挽回来。不过谁会愿意白白出资源在他们的身上呢？无论在哪里，一切都要靠自己。虽然别人有时候能够对自己指点迷津，但是想要变强，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所以，招揽神会的前10名，他们必须成为其中的优胜名额。3日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今日乃是天神山中拍卖会的日子。现在已经有诸多的队伍人马赶往拍卖大殿，进行再参加此次拍卖会。听说这一次的拍卖会东西非常的诱人，甚至传出有一道神器，如果能够被拍下，将会是毫无悬念的成为此次招揽神会的第1名。因为那道神器极其的强大，不少神势力也是对其垂涎。想必这一次的拍卖会将会是各方神势力之间的实力与财力的竞争了。此时一间天级房间内，其中的神元之气几乎被吸收殆尽，一道盘坐的身影缓缓睁开眼睛，吸收了这里的神元之气后，萧炎体内的神力竟是有稍微的提升，不过距离第2序列神还是有着相当远的距离。不愧是第1等级的世界，仅吸收了这里的神元之气，竟是有着一点增幅。虽说这一点是微不足道，萧炎此时也被高级世界的资源给震撼了一下，甚至想着如果将天神山的所有神元之气全部吸收，应该还会能够达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但是依旧无法突破至第2序列神。如果那么好突破的话，那么就不叫神奇境了。萧炎神清气爽地推开了房门，迈出脚步，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道：今天应该就是拍卖会的日子了吧？而在此时，灵动与沐尘的房间门也嘎吱一声，两道身影缓缓走出房门，目光朝着萧炎这边投射而来。萧兄、林兄、沐尘，你们似乎比起之前有所不一样了。萧炎第一时间就感知到他们2人的变化。萧兄不也一样吗？灵动也在第一时间看穿了萧炎的变化，微微一笑道。萧炎也没有否认，一脸笑意地看着他们，然后走近几步说道：我感受到今日的天神山有诸多气息朝着东面聚集，看来应该是拍卖会了。的确，那东面方向有着大量的人马汇聚一起，咱们也过去看看吧。沐尘望向天际，目光开始微微闪烁起来。萧炎点点头。3人刚欲迈出脚步时，一道声音传来：没想到你们3位还在这里，还以为你们已经走了呢。不远处出现2道身影，正是吞吞与天心主。不过走近之后，2人便是发现萧炎、灵动、沐尘3人竟然有着一丝微妙的变化。看样子仅只过了3日时间，这3位竟然又有所实力上的提升，虽然不是很明显，但也能感觉出来。真不愧是绝世传奇的存在。2年前他们3人拯救了天元界，就知道这3位的不凡之处。在踏足神之路后，他们也已经开始不断的成长了。吞吞前辈，天心主前辈，萧炎3人拱手微笑道：今日天神山举行了一场拍卖会，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过去了，我们也过去瞧瞧吧。吞吞边走边笑道：好。萧炎3人应了一声，然后5道身影化作5道流光，直接朝着东面的一处地方暴掠而去。这一届的招揽神会中，来自下等级的只有3支队伍，一是天元界的吞吞，2是天星界的天心主，以及千元界的萧炎、灵动、沐尘3人。由此可见，第2等级和第3等级世界虽说有3支队伍，可是人数全部加起来也就5人而已。而此次的招揽神会参赛者人数已经达到数千人，那么其余的参赛者皆是来自第1等级世界，足以证明第1等级世界的可怕之处。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下等级世界的参赛者，其修为达到第2序列神的只有吞吞，其余的皆是第3序列神。但来自第1等级世界的参赛者，大部分皆是第2序列神，拥有第1序列神。想要在如此多的强大对手中成为前10名的优胜者，似乎非常的困难。就算是吞吞也没有把握进入前10。不过吞吞之所以来参加招揽神会，是因为他也想飞升第1等级世界，通过招揽神会的信息渠道找到消失数万年之久的元尊，所以这次才决定来参与招揽神会。天神山东面的一处区域，这里人声鼎沸，似乎没有静下来的时候。天神山的招揽神会汇聚了诸多神奇，其中不仅是前来参赛的，
也有一些实力财力浑厚的商人，也是自己所属的神势力中赶过来。不过一般这一次，除了参赛者能够进入天神山外，其余人一切禁止入内。而这些能够进入天神山的商人以及其他身份的人，皆是与天神山有着长期合作的资源，所以天神山内的人数众多。同时也是为了这次的招揽神会，他们倒想看一看最后的前10名优胜者将会是谁的名额。很快，萧炎5人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一处悬浮在空中的宫殿之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下方有着无数人流涌动的场景，而他们则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想必应该就是此次拍卖会的核心之地。这人可真是多得吓人啊！萧炎几人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一次数千人的参赛者还真的不是吹嘘的。没想到今日的拍卖会让大部分的参赛者都出现在了此处，而且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仅仅只是一个拍卖会，竟然会有如此多的人汇聚于此，难道说有什么特别吸引这些人的至宝不成？灵动很快就想到拍卖会的异样之处，能够连这么多的神器都来竞拍的话，此宝物必定不凡。还的确有一样至宝，让这一次前去拍卖会的人有着无比的吸引力。吞吞在这3天的时间里，也是对天神山的信息有一些了解，同时也知晓了这一次的拍卖会的确有着一样非常诱人的至宝，而这个至宝谁要是拥有的话，就会成为此次招揽神会的第1名。那是什么东西？牧尘也有些感兴趣地问道。你们3人在闭关的这几天时间里，应该还不知道外面的事情。我听说此次的拍卖会之中，有着一个极为压轴性的东西，叫嗜血铠甲。一旦穿上嗜血铠甲，便可拥有可以吞噬别人身体的血液，来提升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多么厉害的强者，只要被嗜血铠甲锁定了目标，都是能够将其对方的血液抽干。一旦血液被抽离了身体，就会失血过多而死。也就是这样的强大铠甲，才引起了很多参赛者都想要得到。不过想要得到这样一个嗜血铠甲可不简单，最后只能看谁的财力多，以及自身所属的神势力底蕴够不够强大了。吞吞也将这几天所打听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别说是其他参赛者被这嗜血铠甲吸引，就连吞吞和天星主自己也想要有如此一件的至宝。还听说这嗜血铠甲乃是一道神器。听完吞吞所说，萧炎、灵动、牧尘3人也是微微一惊。嗜血铠甲的力量也太变态恐怖了，竟然能够吸收别人的血液，当作成让自己实力提升的来源，而且还是一道神器。要知道，神器乃是拥有非常强大的神器力量，能够面对同等级别的对手时，可以利用神器的力量轻易的击败对方，甚至还能够对抗自己更强的一些强者。这就是神器的强大之处。嗜血铠甲虽好，但是想要获得，就必须准备好足够的资金才行。不过对于我们几人，算是无缘了。灵动无奈的摊了摊手。如果这东西真的被人其他参赛者获得的话，恐怕对于萧炎、灵动、牧尘3人来说，也是相当的棘手。不管是谁获得嗜血铠甲，前10名的优胜者必须有我们几人的一席之地。萧炎那自信无比的声音响亮了起来，这是他们获得更多神之资源的关键一步。然后他们几人便是来到了拍卖会的区域中，一眼便是发现了，在不远处，一行身穿黑色衣袍的人朝着另一处的方向走去。这身穿黑色衣袍的行人的装束，立刻便是引起了萧炎的注意，因为这一行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高涨至序列神的第1序列之位。而这黑色衣袍的这群人并未排队，而是径直走在另一条几乎没有人的通道之上，朝着拍卖会之中缓缓走去。在其黑色衣袍的背后，统一写着噬魂2字。萧炎眼睛微微眯起，这一行人不就是此前释放灵魂力量时所感知到其中有一股令其触动之感？在人群之中，萧炎眼睛一扫而过，的确其中依旧有一道极为熟悉的气息，不过具体是谁，一时间也想不起来，似乎那记忆有些久远。他们缓步走来，距离萧炎也是越来越近，直至从萧炎他们身旁擦肩而过。萧炎目光只盯着其中那一道令他触动之感的黑袍身影，而后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萧炎的目光。他们为何可以走这条通道？莫非是有什么条件才可以走这条通道吗？一直排着队的众人也是发出疑惑，四处打量着，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提示，结果并未发现什么提示。我想这应该只有天神山超级贵宾或许才可以走这条通道吧。吞吞此时缓缓开口道：超级贵宾？那我们只是贵宾，看来没有资格走这通道了。天星主一脸无奈地摊了摊手，不过不走超级贵宾通道的话，这排队不知道要排多久。通通闪开，别挡道！此时一道厉喝声忽然响起，众人顺着目光看过去，便见到一行人正一脸狠色地看着萧炎等人，似乎感应了一下他们的实力，更是一脸的不消。第3序列神的实力似乎毫不放在眼里。萧炎等人的眉头也是微微皱起，看了过去，但是并没有开口。你们真是有胆量，可知道我们是谁吗？敢拦我们的路！那一行人中站出来一位身穿灰色衣袍的壮硕男子，便是开口厉喝道，而话语还未落下，后面只见的一人连忙走了出来，一巴掌便是扇在了说话那人的脸上，那巴掌声也是相当的响亮。实在抱歉，是我没管好小的，望各位兄台不要介意。萧炎等人也是略微有些诧异，没想到刚刚还要一触即发的样子，立马被收了回来。不过定睛一看，便发现出来的这人应该就是这一行人的头头了。我叫贾墨，
刚刚实在不好意思。此刻，这位叫贾墨的男子抱拳拱手，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之色。萧炎眼睛微眯，冷冷地看着贾墨。此人给他的感觉也不算坏，便摆了摆手，示意没事。见到萧炎的举止，贾墨也对着萧炎一众人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转身眼神冷冽地瞪了一眼刚刚那嚣张的收下。后者顿时冷汗直冒，吓得不敢再多言。然后那位领队人再度微笑地对着萧炎等人微微抱拳，旋即便是缓步走在这超级贵宾的通道里，而另一侧的通道则是全部都看傻了眼，有不少人看向萧炎，他们的眼神也是略微凝重了起来。我记得刚刚那一行人应该是乾隆宗的人，没想到竟然会对他们如此客气，还真是头一次见到，还真是让人有些意外啊！他们是谁？议论声顿时弥漫开来，四周皆是看着萧炎、林动牧尘等人，但很快便是有人认了出来，也不知道是谁，忽然大声喊了一句：“他们应该就是历届招揽神会中所引来的首次第3等级世界的参赛者。”话音一落，几乎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震惊无比起来，仿佛在看稀有的至宝一般。受到万人诸多惊异骇然的目光，萧炎、林动牧尘倒是显得平静。